趁着粉丝老妈不在家，偷偷给她断舍离。这应该是我接的最刺激的一单了。往外扔了2天，才把这个进不去人的仓库给它变成了现在这样。今天继续往外扔，家里这2个自行车都已经40-50年了，叔叔阿姨还一直保存着。收拾了23天了，从家里扔出去了那么多的东西，给我的感觉是，就从他们结婚以后，从来没有往外扔过东西一样。不管是坏的还是用过不用的，都在家里保存着。就从家里翻出来不穿的拖鞋都老多了。谁家都有点破烂，但是阿姨家这个破烂属实有点多。这几双鞋一看就已经是20-30年以前的了。这个仓库里的东西也已经存放了小20年，从放进来的那一刻就从来没有往外拿过。这几瓶是阿姨泡的药酒，这么多年了就不给她留了。小姐妹小时候穿的鞋和收音机也在这儿。家里的叔叔是个电工，这些都是他以前用过的东西，现在基本上也用不上了。挑一挑，能卖的卖，不能卖的就直接丢掉了。昨天听说阿姨不知道从哪看到的视频，知道家里被收拾了。今天干活的时候还有点小担心，就怕她搬到跑回来。好在是小姐妹给她劝住了，说好的是等周6一起回来，所以趁着这2天时间，把家里这些能扔的赶紧往外扔一扔。放在这里的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再用了，放了些啥东西可能都记不起来了。居然还找到了一整箱的罐头，最少也是10多年以前的，里面的山楂都是黑色的。还找到了一箱96年的黄酒，这个酒厂现在都没有了，保质期是1年。黄酒留下了，这个按摩椅不要了。虽然知道大部分都是破烂不要的，但是每个口袋还得打开看一下。在阿姨家啥都能找到，这绳子都是一大口袋，东西多，衣服也多，不穿的里边也能随随便便找出2个带吊牌的来。阿姨应该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比较爱打扮爱美，家里的衣服、包包、鞋子、化妆品真的不是一般女人所能拥有的。反正我是没有那么多，可能阿姨就是爱买东西吧，家里啥都多，洗衣皂都能存这么多年。这2个红箱子是叔叔特意叮嘱不要给它扔掉的，是他和阿姨结婚时候留的老物件，里面的东西也是存放了好多年了。这几瓶酒好像是1960几年的，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牌子的。听叔叔说是他岳父给的，一直保存到现在，里面放的酒年头都不短了，最少都是17-18年以上的。还有这个龙泉老胶现在都买不到了，厂子都没有了。这个工具箱里面装的都是叔叔的工具，我就不打算给它打开了，有好多我都看不明白留还是不留。一边收拾我还一边说呢，叔叔结婚时候这个老物件还留了不少，别说等我到叔叔这个岁数，我家现在我们结婚时候的东西一件都没有了，就剩了婚纱照，都被我断舍离扔掉了。好多人都好奇，东西这么多的仓库到底有没有杰瑞还有蟑螂，这2样东西还真没有。今天发现这个仓库里面好多这种小黑虫子，看着有点像柚子，也不知道是不是。好多箱子里面还有地下都是这种，有的地方都是一堆一堆的，有爬的有不爬的，不爬的多点。楼上收拾了20多天也没发现蟑螂，院子里倒是发现了几只小老鼠。这个箱里的粉丝也都10多年了，大部分都是0几年、1几年的，过期的就直接丢掉的，还有小姐妹之前说过，只要是塑料的就都不留了。这箱里的东西我也没问她，都给她丢了，就剩了一个酸奶机。这个箱里面也有那个小黑虫，这还有一包衣服，还有刚才这个箱子应该都是小姐妹从大连拿回来的吧，我看都是她的东西。衣服还挺好的，这一包可以拿着去卖掉。一看到这些袜子我就想起阿姨那3抽屉袜子来，可能都不止3抽屉，床头柜里还翻出来那些呢，是吧？想想都壮观呀。阿姨是啥都囤呢，这电器也囤，电饼铛、电压力锅的，家里都有新的，还有昨天收拾出来那一堆锅碗瓢盆啥都有。家里没用的那些其实都不怎么好了，也没换。收拾完了，一个那小姐妹都给它换成新的，把那些旧的往外撇一撇。有些东西用的时间长了，虽然没坏，该换也得换。这有4-5箱全都是叔叔的书，他特意交代了这个不要给他动，将来没有事了他再看一看。好多都是他父亲给他流传下来的，这一箱是小姐妹的，他说只要没有他爸的书就可以给他卖掉了。好多人都说留下来的东西太多了，应该再扔一扔，确实是不少，但是第一次断舍离能扔掉这么多已经可以了。又翻出来了一箱塑料碗，也扔掉了，而且是偷偷的给阿姨扔东西，不能一下扔的那么多，多多少少的得给她留一点。阿姨的香皂、牙刷、毛巾还有洗头膏真的是无处不在，这个小仓房里面都翻出来老多了。这些东西楼上给她留了一部分，小仓库里这些就不要了，实在是太多了，根本就用不完，再下去个20-30年他可能还会在那放的。爱囤东西的人不管你多大房子都能填满。阿姨家是70多平的房子，加上这个15平的小仓库，还有院子、地下室，哪哪都是满满登登的。这还有老式唱片呢，
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好像还一起参加过演出，这2天没事了就跟叔叔聊天。阿姨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，家庭条件好，学历还高，在单位里面也算是个佼佼者，追求阿姨的人也老多了。叔叔能从这么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，也是挺厉害的。所以有一些是关于他和阿姨记忆的东西，他都保存下来了。这一箱是小姐妹以前读书的书，这有一本初中第4册的语文，是几年级的我都想不起来了，就留了几个课本，其他的全都卖掉了。叔叔想在一进门口这面墙上打个架子，我感觉太闷挺了，我让他改到一进门口正对面这面墙上了。我感觉叔叔太厉害了，啥都能干，而且也挺指挥，让干啥就干啥。阿姨当年选择叔叔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也确实挺优秀的。学历上虽然没有阿姨高，但是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高级工程师。唱歌唱得也好，家里啥坏了小来小去的自己都能修，对媳妇好，对孩子好，不抽烟不喝酒，这是我心目中的5好男人。所以说阿姨在众多追求者中选叔叔还是有道理的。叔叔今天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哎呀，你阿姨也后悔呀。具体后悔啥叔叔就没说了，真的是勾起了我这个八卦的心，没告诉我八卦的事儿啊。但是我可知道叔叔娶阿姨可没后悔。叔叔这一辈子除了上班挣钱，家里的事几乎都是阿姨在管，有需要叔叔出手的时候他才出手呢。听小姐妹说，阿姨以前也是一个特别敞亮爱干净的人，刚开始他们家里东西也没这么多，自从阿姨学会了网购以后，家里面才变成这样的。今天往外扔垃圾的时候还碰到邻居呢，还没扔完呢。他说以前老孙头一天都是10几个快递的往家蹦，你们现在是一天10几个口袋的往外扔，扔了快1个月了吧。看来阿姨爱买东西谁都知道呀。叔叔把架子打好了，放了1块板，我感觉放东西有点窄了，想给他放2块板，但是墙上有个管子，所以我就给他修割了一下，正好摆了2块板，这样放东西能得劲一点，要不然原来太窄了。我害怕拿东西的时候这个板子会滑落下来，所以找了个铁丝稍微连接了一下，这样咋拿也没事了。在板子上面又铺了一层牛皮纸，大叔说这个防潮效果好。别看阿姨不在家，但是每天都给叔叔视频，让他干这个干那个的，一会儿种菜一会儿搭架的。黑袋子里的被也是阿姨让他给晒完包起来的。本来我想着给他放到上边，防潮效果好一点，结果刚放上去这个架子就掉下来了，给我吓一跳。原来这个膨胀螺丝用的太细了，后来叔叔又去买了几个粗的给他换上，然后在旁边那个墙上又搭了一个架子，这样能放到高处的就放到高处，地面的东西越少看得越立着。收拾到这的时候，小姐妹跟叔叔有了个想法，为了阿姨回来以后他们不挨骂，想把这个仓库好好整一整，给墙刷个白，然后再把地面铺个瓷砖啥的。这一个仓库走公面破烂卖了不到300块钱。阿姨不是知道家里收拾屋了吗？所以小姐妹的意思是趁着阿姨还不知道家里被扔的家徒四壁的时候，赶紧把这个地下室给她扔出去，免得她回来以后就干不成了。